各位生活講堂的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薇。今天在我們生活講堂的節目裡面呢，我們要邀請到一位台灣生醫界的重量級的博士，也可以說是我們台灣免疫學之父張子文張博士。那張博士呢，其實創造了非常多的記錄哦，世界紀錄很多，其中有一個您創業的這個 Xolair 更是在當時也創造了一個很好的佳績。今天我們先來歡迎張子文博士來跟我們聊聊他第二次創業的時候為什麼要投入，對台灣生技有什麼樣的好的幫助。先歡迎博士。謝謝。好，謝謝。今天又邀請我來做一個訪問了。是，剛剛有提到說我在美國有先前發明一個藥叫 Xolair， 這個是在美國我第一次創業 Tenax 公司所發展出來的。這個是什麼樣子的藥？這是一個抗體，那可以治療多種疾病啊。那你說我是一個免疫學家，我大部分的生涯是做免疫學是沒錯，雖然近幾年呢有擴展到其他的領域了，其他的方法來發展新藥。對，我知道博士您之前在清大、哈佛跟麻省的研究也都是以免疫學為主，為什麼當時會想要做這個？我在哈佛的研究是細胞與發展生物學了，那時候是去念 PhD 嘛，是在清華的話主要是念化學，到了 MIT 之後就開始學免疫學，做 postdoc 做超博士研究，之後呢就一個很巧的機會，我到了一個J&J 的公司叫 Ortho 去做抗體研究，那個抗體叫 OKD3，後來呢發展成全世界第一個抗體藥物 OKD3， 所以我說你創造世界紀錄也是對的啊，幹嘛那麼客氣？那個藥物在1986年被核准，是全世界第一個抗體藥物，之後就有那個經驗呢，我到了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就貝勒醫學院在 Houston 呢，當教授，他們直接請我做教授。那個時候呢，就接受到地方人士很熱烈的這個鼓勵，說希望 Houston 也可以像 Boston 啊，像 San Francisco 呢，也有一個生技產業了啊。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創立了一個公司叫 Tenax。那我在 Tenax 呢，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以前在那個Ortho 去發展 OKD3 的經驗呢，就發展了一個新的藥物。那個藥物呢，後來被稱為 Xolair。那 Xolair 經過17年的發展呢，在2003年被核准，美國 FDA 核准用在重度哮喘，就很嚴重的哮喘。那有些病人呢，後來用到這個藥物，假如沒有用到這個藥物的話，有些病人大概就過世了。就在某一些傳聞上面，有一些像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明星，像鄧麗君，她就是哮喘很嚴重的。那個鄧麗君是在1995年過世嘛，那時候那個藥物還在研究階段啊。就假如她有幸遇到的話，就可能沒有這麼慘了，對不對？2003年核准之後呢，一直用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那個藥物一直還在賣，而且越賣越好。最近還核准用在食物過敏，像花生過敏。花生过敏在美國很嚴重的，蠻多人有些人吃了花生的過敏，整個縮起來，對不對？對，有的被就是不能呼吸，就對，他的整個氣管都被鎖起來了。那現在藥物還在銷售，而且救好多人，所以救了很多人。对，那個是在 Tenax 的發明了，是 Tenax 有其他的發明，那我現在就不講了。那我在 Tenax 做了這個總共20多年了。哇，20公司是1986年創立的，是2007年的時候被美國的 Genentech 公司收購。那在期間呢，我當然是創辦人，也是他們的董事了。我其實在後面那一個階段我已經回來了，回到台灣了，已經回到台灣。可是我繼續做董事了，給他們的科學做指導。我是一個 scientific officer 了，是這樣子。對，科學家啦。在1996年回到台灣清華做生命科學院的院長。
那個決定也是很奇特的啦。我回來教導我們的生技產業啊，沒有這麼宏大了。那個時候我的這個泰納公司還需要我嘛？是我的家庭也需要我，2個女兒。可是那個時候就有劉兆玄跟沈君山到過 Houston 呢，去找我，說他們2個都是校長，不同時段的校長，对，說清華大學的生命科學院呢，需要找一個院長，來帶領。那問我說可不可以回來啊？來教一下我們台灣的生技產業啦。他說那是你的母校啊，是不是可以回來母校啊？對。那起先我是不答應的啦。那後來他們2位都來，而且一直不斷的跟我聯絡。是我在1996年就回來了。那回來的原因也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了那就回來了。回來了就到生命科學院去做院長那做了幾年之後，這個做完一任，我說差不多要開始回實驗室去做實驗了那個時候這個經濟部的尹衍樑應該是副部長副部長就來找我說，可不可以到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來做執行長啊？是，絕對不放過你啦！因為那個時候他說那個生技中心已經發展了15年了也需要有一些改變一些改造了那他們看來看去呢，覺得是說你最適合我最適合，我比較敢做了是。那我其實也就說怎麼可能我要回實驗去做實驗了後來他們一直會來找我那個吳成文也來找我說來拜託來做後來我就去了生物技術開發中心做執行長做了3年之後才回清華，又再回學校去了对，回清華大概2-3年吧。中研院的叫做基因體研究中心就說是不是到台北來工作就把你請回我們中研院了就到中研院去了2006年到中研院是那大致上是這樣子了對啊，那這麼輝煌的，不管是在整個產業啦、商業經營啊，跟實驗上面，還有學術上面，我想博士都有非常豐富的成果跟經驗。照理說，到了某一個辛苦了一輩子，總會想要享清福啊。你為什麼這麼想不開哈？2014年還要再創業，當時是看到什麼原因想要再創一個免疫工坊，跟现在我們所知道的第一生技呢？所以從2006年到了中研院，然後做到2014年那個時候，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嘛，對。那也做了很多研究了，做了很多研究，可是我的年歲也慢慢就逼上去了到達退休年齡了，對，差不多要到達退休年齡了，還沒到，就快到了那個時候就也發生了一些事情，我從來都不知道說以後要做什麼了，到了每一個時間，每到一個時間點你說我以後可能要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就在那個2012、13年的那個時段呢那有一些在免疫學已經努力了幾十年的東西要來治療癌症等等的藥物的方法，方法都在研究了，就在那幾年12、13年的時候突然開花結果了，有重大的結論快出來了，已經有產品開始有了，開始有新的東西了，包括一個東西叫免疫查核點抑制劑，是上次有提到這個，對，還有呢 CAR T，CAR T 就是一種 T 細胞，它可以去殺 cancer cells，另外一個就 ADC， 對 ，ADC 的這個藥物我們現在也在做嘛，就這3個領域的3個方法的藥物呢，就在那幾年就等於是開花了，有點開花了有一些結果出來了，對吧？重要結果出來了，對。那時候對我一個免疫學家就有很大的刺激也鼓舞所以我就開始的腦袋也變成靈活起來了，就想到一些發明了，想到一些發明，那時候這些發明呢，我們也就去申請專利了，所以在那個時間點就
就有產生自己內心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就要退休了，退休之後是不是可以繼續做研究啊？對，這是你最喜歡的，對，繼續做研究，所以就很自然的就想到說去創立公司了，創業，對，就是把這些發明呢，去發展成藥物。是這樣子，又去創立了公司，所以一輩子也就只有2次了。一次是在 Tenos， 在 Houston Texas， 這一次呢是在台北，在台灣。對，可是從學術到研究室到創業，雖然您過去有一個很好的創業經驗，可是回到台灣再創業的時候，應該還是有蠻多不一樣的東西。面對這個資金啦、股東啦等等，還有研究，你會不會覺得很有壓力啊？到底怎麼克服這件事 ？OK， 因為開發一個新藥也要很久呢。對，要非常久。對呀，這個好問題了，這個可能可以把整個生技創業的這個問題都講出來了。不過我簡單講了。就是說，你剛剛有問到那個誰來出錢給你啊？對啊，資金啊，股東啊，你要怎麼說服他們呢？不過先簡單講了，從2014年創立公司開始到2020年那個階段，是這6、7年階段，那個時候沒有向外去籌資了，燒自己的，那時候是把自己最後的儲蓄拿出來，那一段的錢也不是。當然也很多，也夠那以後蠻多的吧。不過就是以後面的階段要用到錢相比，它就不是多的，因為那個錢主要是拿來去做一些基礎的研究，是去產生發明之後，這個發明要申請專利，申請專利要錢，對。然後發明了之後呢，你要去制備一些候選藥物，候選藥物你把它設計出來，然後要去實驗室去制備。還有一些就是要去做確效，你現在候選藥物是你自己腦筋想出來的，那有沒有那個條件呢？在實驗室要去做，叫做確效。對，確效。確效這樣做完之後呢，你才慢慢的相信說你做的東西，可能是可以去繼續發展。那一段時間其實蠻長的，所以那段時間就沒有特別去籌資了。到2020年、21年那個幾個月時間呢？我們說，要開始籌資了，因為我們要做一些比較叫臨床前的實驗了臨床前的研究那需要很多錢了。對啊，那個所以可是在那幾個月時間了我們也沒有說到處去找人了，倒是有一些人呢，主動他來找我們說，現在這個公司需要經費，那他們有有些投資者出現了，那這些人也碰巧都是一些很知名的、有地位的人士了。是包括大亞的那個沈善宏啊，他是董事長。對，還有承德的林榮錦先生他是董事長。還有那個 W.I. Harper 的那個董事長叫 Peter Liu 這是美國的公司。還有一些人呢，還有一些何俊輝啊，這也是大名人了。還有吳家的吳東升他們都說要投資這些都是大資本家，他們都看懂了所以你說他們怎麼要投資你？我們公司才剛剛開始啊，也沒有很多這個建樹啊，為什麼他們願意來投資呢？這個就是一個重點了一個重點。你這樣有點像是在檢視我們，在評鑑我們公司了。那我是覺得說這個時候呢，你可以放大，拿你放大鏡好好的來看一下，來檢視我們這個創辦人了。因為新藥研究的這個公司可能跟一般公司不太一樣。新藥研究的公司它跟那個技術的來源、那個產品來源、那個創辦人是很有關係的。因為公司只有10幾個、20個人，那你公司要用你的發明去往下去發展。那當然，這個創辦人是什麼樣子的條件，就會被檢視的很厲害。
對啊，你有沒有真材實料，真的研發得出新藥？对，這個創辦人他以前的這個事蹟，他的 track record， 對他的經歷經驗，他有沒有去做過很重要的發明？有沒有發展出什麼產品？对，這個就變成非常重要。是那在這一方面呢，我覺得我有那個條件了，所以剛剛您客氣了，一定是有的。所以刚剛講到的那幾個人那些有地位的這些人士呢，就願意來聽聽我們把錢放進來。那有的很快有的這見面一次就說好就可以所以那錢就這樣進來。那一次進來的錢也有2400萬美金了，算是在台灣籌資算是一個蠻可觀的一個數字了。对，在世界上的話不一定這樣子了。不過面對新藥，這些錢是鐵定一定要花上去的，對吧？要做很多的臨床嘛，对不对？对。講到這個發明不是發明都是一樣的好。對，發明要很多測試。發明的話是好的跟差的，是好的跟一般的，不要講差的是會差很多的。對，那所以要看以前你的發明有沒有做出東西出來。是，那有做出東西出來，當然就不一樣了。對，那柔雷爾的成就呢，算是很重要、很大的。所以這些投資人呢，他們一看到說，你有這樣的成績，就很相信了。是那個講到發明這邊可以補充一下，因為有一些人會不懂，那個發明是好的跟一般的會差很遠的，會差非常遠了。那個價值可能差100倍、1000倍都有。對，可以理解。中央研究院這邊我可以講了，你最後這些新聞可能出去也無所謂了。是那個中研院你看他很多這個研究員呢，都很認真，都在做研究，都要發明，對，都在發明。發明之後呢，也都申請專利。是那申請的專利呢，已經申請到了。那個中研院也花了錢了，是每個專利要申請花很多錢的。對，最後申請到了專利100件裡頭呢，超過95件是沒有人來問，沒有人來問過，就放在那邊，最後就死掉了，就沒有用，過期就沒用了，超過95%。那真正可以授權出去的極少數，最多5%了，對不对？就是最多不能少於5%。那我們的 FB825呢，剛剛講過說是授權給全盛最後轉給合一，那個說有5.4億美金的，那是他們輾轉授權給那個丹麥的一個公司了。我們授權給全盛的時候沒有那個價，沒有那個價了。他有一個授權金，已經先拿了一段了，但是他出去以後再擴大出去。對，哇，這是一個很好的發明，可以讓它變得更大。那個時候那個錢算是很大了。是啊，不過在國際上在那個現在了，那是已經10幾年了。現在這樣子的一個 package， 這樣子的一個 size 不算什麼了。我剛剛有點這個，我們自己在我沒有見過5.4億美元，我聽得好大。對，已經不是很大了。現在來看，在當時是很大的，現在越來越多創新了，對不对？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剛剛講到那個發明好不好的事情那個發明有一點像是從無到有了。對啊，是啊，發明就是從無到有。最好的發明是无中生有，本來根本沒有那個沒有任何的概念，怎麼突然產生這樣子一個概念？這最難了啦。像那個我們的柔雷爾就有一滴滴像那樣子，那個在那個文件上或者在那個領域裡頭，過去的領域是沒有這個東西的，沒有人給你這個提示嘛你突然去做出這樣的一個發明呢，就有點像是無中生有了。對，這很難啊，超級難。那有很多的發明是在書上、在文件上、paper 上面都有一點提示那個發明的那個價值就會相對比減少，就有點像畫家一樣。畫家畫的那個畫作有的畫作是很有創造性的。對，像那個Van Gogh的那個畫作，那有一些畫作也是畫得很漂亮，你看了也是覺得哇這麼美，可是它的那個創造性呢就比較小。那
那個創造性多的跟創造性小的那個價值呢，可以差1000倍、10000倍都有。懂，我理解。哦，懂那個差別。那個生技的發明有點像那樣子，它是無形的，可是懂得的人呢，他會去估價，估算得出來，估算得出來。對不懂的人就是會像我這種，就覺得5.4好多。所以我們的發明這個 Xolair 就有點像那樣子。那後來2014年那幾個發明呢，也有相當大的價值了。對，所以這些人士剛剛講的那些投資我們的，他們一方面看你過去的 record 一方面看你講說你的發明是什麼東西，他們也聽得懂一點，他們就做了一個判斷，就是可以投資，然後就把錢放到我們這個公司來，有點像這樣子。但博士，剛我在提問您，就是說，那您決定創業啊，有這個資金，看起應該說，事實上，所有的這些投資者呢，也都理解說，其實這樣子的發明跟未來的新藥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立基點跟開始。但我想要請教一下博士這個問題，就是當時你是怎麼樣去判定要成立免疫工坊跟第一生技，這他們兩個的研究不太一樣嗎？那為什麼會有2家這樣的公司？好的，我看看能不能回答。一開始的時候，2014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只創立了免疫工坊，免疫工坊那時候擁有的技術呢，就是那個 TE Pharmaceuticals， 我們稱為 TE 型藥物的一個平台。那為什麼叫 TE 型藥物呢？就是那時候我們要發展的藥物呢，它同時在一個分子上面有 targeting 有標的的一個部位，也有另外一個效應 effect 的部位，所以我們就叫做这 T 型的藥物。那它是一個平台了。那就是在這個平台底下，為了要造出這樣子一個藥物呢，我們有這個多臂連接體的。我們之前有訪問到這個問題，對，就是多臂連接體呢，配合適量的妥當的使用呢，它就造成了這個T1型藥物了。所以我們的那個技術的基礎那個平台的基礎就是這個T1型藥物以及多臂連接體了。那多臂連接體可以使用的範圍呢？後來我們做的比較多了之後呢，發現它會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呢，就去修飾一些荷爾蒙藥物。那個叫內分泌。內分泌的這些荷爾蒙的藥物呢，去治療一些新陳代謝疾病。肥胖、腎臟病、糖尿病等等，就它都是那個內分泌的疾病或者新陳代謝的這個疾病。還有一個藥物是那個 stroke 中風的那個是一種 T1型藥物所以在免疫工坊早期的藥物裡頭呢，就有這些藥物。那多臂連接體的另外一個使用呢，就是把它做成藥物素drug bundles。那drug bundles 呢，我們就可以把它跟抗體結合，就做成了 ADC。上次我們提到的 ADC， 對 ADC 的用途主要是治療 cancer， 主要治療那個各種癌症。那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麼有這兩個公司呢？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只有免疫工坊，那後來有些投資人呢，他覺得說他的投資他要給你錢沒錯，可是他希望說他着重在 ADC。去治療 cancer， 他對那個疾病比較關心，比較有興趣。那有多位啦，不是只有一個投資人，有幾位同時有這樣子的一個表述。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那個 TE-Med 第一生技。第一生技跟那個 ImmuWork 跟那個免疫工坊呢，它其實是一個姐妹關係啦。所以因為是一個姐妹關係呢，我們就牽涉到要做一些授權，從免疫工坊到第一生技，就這樣子授權。然後後來呢，就是要牽涉到說
一些組織的改造跟重整了。對，那這邊賴經理呢，他負責很多這方面的工作。對，所以後來我們就成立了那個 T Pharma Holding。哦，是，它是一個 Cayman Island 公司呢，来擁有這兩個部分。這個集團來擁有這兩個，對吧？所以這邊我附帶講一下。那看起來那個工作是當然就去做嘛，就這樣子就很好了啊。其實它意義蠻大。現在往回看了，回頭看了啊，把它分成兩個部分，然後又形成了一個 T Pharma Holding 這種組織再造呢，組織改造呢，讓我們從這裡頭學到很多的必要的經驗了。比如說怎麼樣去依循政府的法律啊、規範啊、去做這些改造啊，怎麼樣從我們公司裡面去做人員啊，還有空間的這個分配啊。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怎麼樣跟 investor 去溝通。對，投資者。對，我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之後，有不同的產品、不同的技術，跟一般的投資人溝通呢，就比較清楚了。對，這就是商業經營了，就跟研究無關了，對吧？就跟管理。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們有了這個第一生技之後呢，需要去安排一些這個經理人事嘛，人事的安排。對，有新的经理往上升，有安排，新的经理在往上升，成為有 CEO。你們也知道，那個朱新茂博士呢，他就變成了這個第一生技的 CEO。那種種的這些改造呢，對於我們公司以後的傳承呢，就非常重要。对，有一天這個公司總要有一個傳承的機制嘛，或者很快的也不一定。然後有這些安排之後呢，我們就有經驗了。对，而且有人就在那邊可以做安排啊，對不对？对，是這樣子的。其實剛剛博士講得很客氣啊，其實除了在那個科學生醫的領域的專長跟研究之外啊，其實他非常有遠見的，已經把公司的兩大核心價值又分為兩個公司，並且在組織跟人才的預留跟公司的經營上面也做了很好的準備。所以其實免疫工坊跟第一生技並不是只有他们的研究不一樣而已，而是把這個整個研發的集團其實也做好了很多人才預留跟人才的培訓，還有未來這兩家公司的發展跟傳承跟它的價值更高。所以懂得做科學之後還要懂得做商業，蠻厲害的，真強。那博士，我要問您下一個蠻重要的問題，就是說像從這個我們的很多產品，像之前我們有訪問過你的 T8214 還有 T8105 這兩個產品，他們是不一樣的東西之外，您覺得整個未來整個集團發展的一個重大突破，可不可以講個將近3-5年內你覺得可預見的？3-5年之內呢，希望這個8105或8214這兩個藥物呢，可以往前開發到更成熟的地步，也不一定會到5年也有可能啦。5年是有可能，它已經可以商業化了。是那時候呢，就看我們的行銷，還有這個銷售的這個機制怎麼建立了，有沒有國際的大廠來一起合作等等，就看我們在這個市場上能夠爭取多少的這個market shares。那這個是很有可能的了。對，這兩個藥物都很有可能，因為他們都有他們的特性了。對，都到臨床了，對不對？已經那個8105已經到了 Phase 1/2A。現在正在準備要做 2B。 是那個受試的那個人呢，會增加到了200個。對，就你剛剛提到說要不要做一個 volunteer？ 對呀。那我們在台灣會有幾個 site 了。那有一些人要做減重啊。是啊。可能可以考慮參加。你可能要，可能不需要。鏡頭後面還有好幾個舉手。那我們不是說只希望說這些產品它可以最後上市了，
是我們是希望說這些產品，它因為它的優點它的 advantages 呢，可以變成世界級的藥。对，世界級的药。那我們的這個幾個藥物呢，至少5個藥物是。還其他還有 ADC 的啊，還有一個是6168用來中風的。這5個藥物呢，它在 FDA 的那個發展路程呢，稱為 505B1。那它是新藥。中文說明一下。505B1 的這個發展路程。大概2-3個星期前，那個交易所的李總經理是到我們公司來訪問。那我們給他做了一些介紹，他問我說：“你們這幾個藥物是不是 505B 什麼啊？”我們是跟他講說都是 B1。他說：“哇，那這很不容易耶！台灣的人都在做 505B2 啊。”對，你居然做 B1 我們做 B1， 而且我們全部都是 B1。哇，B1 的話是什麼呢？是你的藥是新藥，你藥物的 structure 呢是從來沒做過的。所以叫做 B1， 就是別人都沒做過。他說台灣的很多藥都是 B2 啊，就是改良劑型啊或幹什麼。所以這一點是可以做一個說明，就是我們真的是做新藥的。所以3-5年之後呢，我們希望說這些藥物呢，慢慢的會抬起頭在這個世界上被大家看見露出來啊。那個會變成被認為是世界級的藥物了。對那505B1 的藥，假如它是很重要的藥，在 FDA 通過之後啊，它會列為是 New Chemical Entity， 叫 NCE， 或叫做 New Biologics Entity MBE。那這個在全世界呢，每年只有40個到50個，這麼少啊？40個，全世界耶？對。哇，所以你知道全世界1年用在新藥研究有多少嗎？不知道，好，沒關係。1年全世界由這種大型的國際公司、中小型的這些生技公司啊，這些公司，還有政府啊，還有研究機構啊、學校啊，加起來1年大概有3000億到4000億美金用在那個新藥研究，新藥研究3000到4000億美金哦。對，這個是查得出來的。你去 AI 也可以，AI 一下它就告訴你。是，所以平均下來呢，一個新藥的開發是要用掉至少50億美金，到成功了，50億美金。那你說我們像我們公司這種公司，拿的這幾千萬美金是做这幹什麼呢？所以我們都要很有智慧的在這個新藥發展的過程呢，建立一些很重要的貢獻。所以到最後，這個藥物假如不是你自己賣你自己賣的話，當然可以賺很多錢了。就即使不是你自己賣呢，也可以分享到一部分很重要的回饋。對，就是你研發的成果還是人家可能花很多的錢在後面，我們只花一點點錢，相對的啦。創造出來的價值就佔據了一些貢獻。哇，那我剛剛還聽到另外一個問題，那交易所的人來，也就是說你準備要上櫃？先上櫃，然後去上市。對，上櫃上市，對吧？什麼時候？很想知道。我們只知道它是在明年，我要先上2026，要先新櫃2026要上新櫃了，櫃買中心。所以明年我們就進入那個步程對，往那個方向走了。是。不過我們公司有好幾個藥物嘛，是，然後這些藥物也都是被看好了，對，國際肯定了。所以我想說，我們應該會受這個投資人的喜愛了。哇，真的，其實我光聽到這些，基本上用幾千萬美金就要研發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應該說在生技跟新藥產業的一個成果，也看起來張博士您的研究已經指日可待了哦。那我想問一個
跟我們台灣比較相關的，就是您覺得未來的5年內，台灣的生技產業的市場跟在世界上，這題目有點大，但是就以您的專業來講，你覺得我們在生技產業可以往哪個方向再多研究，甚至可以在世界上可以有一些讓大家看得到？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應該不是只有半導體或電或晶片，應該還有一個產業其實是蠻厲害的，因為台灣聰明的人都是讀2個，不是學醫就是學電子。那這麼聰明的、這麼厲害的2個產業，我們應該如何發展？就是台灣可以做的有很多了，在這個生技產業可以做的很多。是，假如可以拿出一部分他們的那種在電子產業呀或半導體產業的那種魄力呢，那生技產業也可以做得很好了。是，那生技產業整體講來有一些進步了。是，可是以國際的那個眼光來看的話，不是很突出了。不是很突出。主要的是最後的那一段就是你藥物發展到，譬如說到 Phase 2、Phase 3的時候，那個錢好像出不來。台灣沒有做，應該不是沒有錢，是沒有懂這件市場吧？就是政府沒有去鼓勵啊，或者是怎麼樣，政府也沒有出錢啊，等等原因是他沒有做。可是假如你的藥物發展到2期好了，就像我們的那個8105，明明可以去治療那個肥胖症啊，去幫忙減肥，去治療脂肪肝啊，心臟病等等可是我們現在做到 Phase 2B 了，Phase 2B 的話，我們大概勉強可以籌到錢去做。那假如做得很好的話，接下來怎麼辦？是不是就要授權給國際大廠？我們就沒有那個最後收成果的時候，市場權利就不在我們手上，就变別人的。那就可惜了。我們只是拿到一部分而已。那可是你國家，你說你要發展新藥，你最後你沒有賣新藥啊，你都是幫別人做啊。那個叫什麼發展產業呢？就變代工啦。對，就變成替人家做辛苦的那一段工作。对，前面最苦的是我們在做。对，成果別人在收。对，所以台灣這個生技產業呢，這個大家努力還不夠。那努力最不夠的你們也知道是誰了那個我們有很多的那個臨床實驗啊，是在別的國家，韓國。中國他早就進入了這個臨床實驗了給你核准了。台灣才會給你慢慢的磨啊，說這個不行啊，那個不行啊，所以我們就覺得是什麼東西都慢下來，慢下好多。是，那我在這邊講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我講的都是實話了。是，其實我知道博士講的話，大白話的說法呢，就是說，其實這任何一個市場的產業要往上興盛啊，除了就是在裡面經營的所謂的產業的人士，還有這些研究的人員跟市場機制，大家都要一起努力之外，我們也很需要政府大力的支持，讓我們台灣有第2個亮眼的一個產業。我相信生技產業在像博士您這樣子優秀的這個人才的教育之下，我們也有很多很優秀的一些學生，您有很多優秀的學生也都不断在在產業上面去做出很好的研究。那除了產業研究之外，我們除了需要更多的投資跟資金的挹注，也希望政府可以給我们更多的幫助，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支持啦哈。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張子文博士為我們帶來非常深度跟非常具啟發的一些分享哦。那我聽到感覺這樣算下來，應該2030年可以看得到台灣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新的生技的公司會在世界上產出嘛，因為剛剛您講5年差不多吧，哈，2030年對吧？希望不是只有我們啦。當然，我覺得應該是有很多家公司會出來，然後也希望這個 T18105 跟 T18214的這個成就會越來越快，最好在3年內就完成。那這樣子我們可以看得到有更好的分享。對，我希望這個我們可以引起更多這個投資人的興趣了。
對，才可以把生技產業建立起來，要不然的話都是空談了。對，你只是做前面這一段，後面那一段不做，那叫什麼生技產業呢？對，我真的蠻佩服張博士的，他從商業的，從研究室到學術，再回到研究室，再回到商業，其實已經貢獻了你一生大半的時間在生技產業。希望我們可見的2030年以前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生技產業會出現一個亮亮的星星。今天我們也非常謝謝張博士來到我們那個生活講堂的分享。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請不要忘記要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哦。拜拜，謝謝大家，謝謝。